我把卡在沙发缝里的手链取出时，眼前飞来一条弹幕。就因为这条手链，路过手链的手会破掉，手链的眼睛会被挖出来泡在硫酸里。我猛地把手缩回来，转身去厨房洗碗，可弹幕又出现了。宝宝碗有他老婆的口水，谁敢洗掉，谁今晚就变成后花园里的肥料。我看着那个粉色兔儿宝宝碗，小心翼翼避开。这一刻，本来寥寥无几的弹幕突然猛增。他就这么水灵灵的避开了？绝对不是新人，一定是恐怖本大佬来养老的。不可能，我就没见过长得这么萌还这么强的大佬。我垂着眼皮，默默观察着这些弹幕的动向。这时，男主人从楼上下来，他掀开客厅沙发上的垫子，笑眯眯地把我们所有人叫过去。谁找到了我丢失的项链？今晚我要给他一个超级大奖励。大家屏住呼吸，慢慢移动过去，生怕自己发出稍微大一点的声音就会触发什么致命的危险机制。昨天就有人因为盯着男主人的眼睛看了超过3秒，直接被一个怪物拖走了，到现在生死不明。我垂下眼帘，一边躲着男主人的目光，一边打量着眼前疯狂的弹幕。明知道他会把这些小可爱全部分解掉，但看着这张脸，还是控制不住有生理反应。哎，楼上的，别3关跟着5关跑啦！惨了，他们只有找到隐藏彩蛋，才能安全活过今晚。但每一期的彩蛋都不同，没人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彩蛋！我盯着弹幕寻找生机，但除了对我们几个女孩指指点点以外，就再也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了。一双冰冷的蓝色眸子朝我们打量过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么温柔的嗓音和我们说话。那条手链是我送给小念的生日礼物，如果弄丢了，小念会难过，我不想看见她流眼泪。谁能找到她，谁就是今天的幸运儿，因为奖励就是……我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变得急促起来，谁都渴望成为那个幸运儿。奖励就是可以休息，直到解除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。所有人的呼吸声彻底乱了，这和作弊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就是什么风险都不用冒就能直接通关了吗？我看见身旁的短发女孩轻启嘴唇，用极其兴奋的声音低声说着：难道这就是彩蛋？我猛地打了个激灵，我不是这里唯一能看到弹幕的人吗？雇主先生，我早就听说过关于您和您妻子的故事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也非常荣幸能成为今天为您打扫屋子的幸运儿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干活特别仔细，所以只有我发现了您爱妻掉在沙发缝里的手链。看，我把它收得好好的，一点都没弄脏。所以你碰了它？男主人打断了他，弹幕刷新出一大片白色蜡烛。完了，新人又少了一个。据说他好像还是恐怖本前10年大佬正在追的人，前几天还在社交平台晒记录，说自己和别的新手不一样，拿下过 S 本的。你看过也碰过了，对吗？男主人突然一脸痛苦，盯着女孩掌心里的手链。我的小念说的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他说一定会有人偷走我们的手链，用他最珍贵的手链才抓到你这个小偷。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啊？不过我们说好的奖励不会少的，今晚的晚餐就由你来一起准备食物吧。弹幕疯狂滚动起来。什么一起准备？明显短发女才是准备的食物啊！深夜10点，男主人从地下室里走出来，他的双手似乎在水里泡了太久，变得又白又皱。他把我们召集过来。谁来做今晚夜校的分餐员？大坑啊！分餐员要是看见里面的东西下洒了汤，就会被拉去花园做回肥。不敢看，嘿，这些新人今晚又得死光。我一边发呆看弹幕，脑子一边飞速转动，思考怎么才能活过今晚，并顺利留在这具陌生女孩的身体里。我不属于这个靠刷副本闯关就能发家致富的世界。几天前，我还在为交不起房租愁晚上睡在哪个公园里。而今天，我能坐在这栋温暖的小别墅里，吃了2顿不馊不冷的热饭，我真觉得幸福的要死了。可就是因为这2顿饭，居然让我开始期待明天了。男主人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就你了，过来当分餐员，你站得最近。以前总因为个子矮被挤到队伍最后面，所以救助站里的饭发到我这里时，就只剩下残羹了。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每次分饭，我总要坐在最靠近食桶的位置。没想到就是这个习惯，让我变成了分餐员。哇，这个萌妹子好淡定啊！我真的开始相信她是哪个大佬指点过的小情人了。我捏了把手中的汗，只是反应迟钝。我是瞎子，我已经快要吓死了好吗？一人一勺，不许把我爱人煮的汤给洒了，要是敢洒出来一滴，你就直接解雇。根据看到的弹幕分析，解雇在这个副本里的意思就是出局。新人如果没有复活卡，出局就是真正的死亡。很显然，我这具身体和我一样穷，根本就没有复活卡这种高端物品。我把眼睛探进餐桶里，浑浊的油水中若隐若现地漂浮着一些肉块，甚至有很多黑色的毛发。随着沸腾的汤水不断翻腾，大家都战战兢兢地坐在各自位置上。而我一勺子下去，就看见了一只残缺的断指，胃里顿时翻涌起来。我记得这个本子里没有这段剧情啊，你们没发现不对劲吗？好像为了防作弊，
把后面的关卡直接改掉了。我看着这锅汤刚刚泛起的恶心突然消退了下去。为了混口饭吃，我甚至帮人杀过年猪。我一眼就看出桶里浮出的内脏是猪的，也许短发妹子她根本就没死。我将锅里的汤一勺一勺分下去，手稳到甚至可以帮老奶奶穿绣花针。我靠，这个萌妹子好强啊！我真的怀疑她能看见我们的弹幕。萌萌老婆，希望你能看见我对你的表白。楼上的拜托你清醒一点，如果她能出这个副本，身价至少是 S 级副本，奖励金额是好几期累计的，现在恐怕有100多亿了吧。他能看上你100多亿啊？有谁还要再来一碗吗？我不但稳稳的给大家分好了餐，我甚至还能亲切的问一句。干完活，饥肠辘辘的我咕咚咕咚喝了下去。果然是猪汤味的，啥都好，就是盐放多了。所有人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我，紧接着耳边响起哇哇的呕吐声一片。虽然这萌妹子完成分仓任务了，但是只剩下最后10分钟，今晚就结束了。这里所有的新人都没找到彩蛋，可惜还是都得死。最后10分钟，我情急之下急了一下。男主人用冰冷的眸子打量着我们。这是我爱人给你们煮的汤，你们吐成这样太不礼貌了。他的嘴角逐渐上扬，眼神若有若无地往我这边瞟过来。除非你们有幸能得到我爱人的原谅，不然你们全得死。说着，男主人用饱含爱意的眼睛注视着那间禁止所有女佣踏入的神秘卧室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盯着那块禁忌之地，期待女主人能够下来，哪怕是和她求个情都好。时间1分1秒地过去了，男主人开始微笑着磨刀，似乎在期待倒计时的结束。身边的几个女生已经哭得抱作一团，反正都要死，不如冲上去硬闯，找那个女主人求求情吧。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烈。而我看着楼上的房间，突然脑子一抽，朝磨刀的男主人说道：宝宝，花园里的肥料还不够多吗？今天的汤是我做咸了，你杀了他们，明天谁来当我的试菜人啊？要不今天就算了吧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我，满脸都是你活腻了，也别拉着我们死啊。可是冰冷的蓝色眸子划过一丝震惊后，竟化成了一滩温柔的水。宝宝，不是让你别亲自下厨吗？累坏了吧？下次别给这些不长眼的东西做饭了，他们没一个配得上你的手艺。弹幕停滞了几秒，突然就炸了。我没看错吧？还可以这么玩？死里逃生的第一天，我总算是幸存了下来。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女佣寝室休息，可刚进去就被亡命之徒揍了一拳。你托马的肯定作弊了，你是幕后策划还是员工？不然为什么死了这么多期大佬玩家，却被你一个新人知道了彩蛋？巨大的惯性将我死死刻在墙上，血腥味在我口腔里迅速爆开。我狠狠朝他吐了口血水，这突如其来的恶心令他尖叫了几声，又是挨打。为什么不在原来的世界了？可我还是逃不掉被打的命运。另外几个幸存者也恍然大悟地瞪着我。怪不得你故意不去洗碗，故意不去清洁沙发，是你引导短发妹子发现的项链。从一开始你就是那个知道游戏规则和剧情的作弊者。是你害死了他，还有刚才分餐的时候，是你故意坐在餐桶旁边的吧？我好笑地看了他们一眼。不是你们抢着坐了靠后的位置吗？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仿佛已经想到了什么很好的对策。我们这里实力最强的短发妹子已经死了，既然你的身份我们已经知道，从现在起你做什么我们就模仿什么，反正要死一起死。但是你想独吞奖金，不可能！诡异的铃声突然响起，广播声在寝室内回荡。夜幕已降临，请各位幸存者闭眼，迎接明天新的女营任务吧。提示声如催命符，所有人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躺上床，却在这一刻，女佣的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，一道毛骨悚然的笑声从门缝里挤进来。宝贝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划过无数种猜测。你睡错房间喽？来不及确认此时此刻到底是哪一种情形，脚步声却已经落在我床边，弹幕比危险来得更快。他刚才承认自己是恐怖本 BOSS 的妻子小念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绝不能露出半点玩家的破绽。这个副本从开启第一天开始，就根本没有玩家见过这个男主人的妻子。按我测评恐怖本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完全可以断定他是个活不过今晚的明星。冷汗从我的皮肤里不断往外冒，男主人冰凉的嗓音爬进了我的耳朵。宝贝，你该不会不是我妻子小念吧？不然你为什么要睡在雨庸的寝室？你不是一向最讨厌被这些人触碰的吗？几个幸存者把头埋在被窝里假装熟睡，可我分明听见了，有人在黑暗中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。所有人都在等我死。我咕噜一下坐起来，黑暗中摸到了男主人的脸，然后狠狠地猝不及防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你明知道我睡在了女佣房间，明知道我忍着和他们相处的恶心和不快，我把以前在马戏团学的演技提了上来。可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在可怕的沉默中度秒如年，下一秒冰凉的唇突然附了上来，那一刻我瞬间宕机。对不起宝宝，我错了，跟我回去吧，求你了。这可是老娘的初吻啊！弹幕立刻发来含妈量极高的问候。我操，难道这一巴掌把 BOSS 给打爽了？我记得这个 BOSS 制作组开发了20年，并且为了丰富人物，将他的隐藏关键词设计成了阴湿美人和病娇。怪不得男主人测验这么有冲击力，就连和这个人机萌女互动的时候都好磕。
我紧张的吞了吞口水，什么人姬萌妹，那纯粹是我被吓傻了好吗？爹妈离异后都不想要我，所以从小在无情的社会中学会了逗乐卖乖和装疯卖傻。可我没想到，今天的我要靠假装别人的妻子才能活下去。我被 boss 打横抱起，他每往上踩一脚楼梯，我就离女主人的神秘卧室更近一步。怎么办？到时候我和他妻子面面相觑，他一定会杀了冒牌的我吧？很快，那间从未有人进去过的房间就这么轻易的在我眼前打开，我紧张到快要晕厥过去。第一眼，我看见了小时候被爸妈丢掉的毛绒玩具；第二眼，是我童年时用过的闽南风格家具；第三眼，我鼓足勇气看了看书桌和床，确定所有角落空无一人。刚松了口气，却看见了又宽又大的阳台，这不得不令我联想到了阳台下变成化肥的短发妹子。大 boss 没有把我放下来，却像打量什么稀世珍宝似的，目光一寸一寸的从我五官上碾过，紧贴他鼻息的我不得不将头侧向一边，才能求得一丝凉爽的空气。弹幕画风突变，不是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有点暧昧呢？难道萌妹不是玩家？她真正的身份是 NPC， 是 BOSS 的官方子小念。我了个惊天大逆瓜！我心脏猛烈跳动，就在我决定推开大 boss 的瞬间，许念安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肩膀猛地一沉，耳边传来他声若蚊蝇的呓语。他脑袋紧紧依偎着我，像一个累瘫的牛马，静静地把头埋在我的肩膀，倒在了同样累瘫的我身上。等等，许念安，这是我的名字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我这具身体也叫这个名字？困倦和疑惑相继爬上了我的眼睛，我靠着他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。等我再睁眼，天色竟已大亮了。我从床上翻起来，疑惑地看着自己新换好的丝绸睡衣。谁给我换的衣服？不是恐怖副本吗？为什么一个晚上无事发生？当我被无数困惑绕得头脑发胀时，一阵风从阳台灌进来，纱幔被缓缓卷起，露出了背后满满一墙的照片。我震惊无比地站在密密麻麻的照片前，每一张都是我。墙上的照片像放映机，迅速晃过了我15年的人生。是5岁被离异后的父母相互推脱后无家可归的我，是6岁在马戏团为了讨口饭而摔断腿扮小丑逗人开心的我，是10岁在学校里因为给不起餐费而饿到吃别人剩饭的我。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了下来，直至我恢复平静，看见了藏在最角落的照片，幼年的我和一个俊美少年的合照。少年优越锋利的骨相与副本中的 BOSS 几乎一样。来不及等我细想，我眼前消失了一晚上的弹幕竟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直播画面昨晚是黑的？怎么回事？此时的我才回过神来，正因为有人切断了直播画面和弹幕，所以我才能睡得这么踏实。也许是沉浸在童年回忆里太久了，等我走出卧室时，天色已经有些晚了。我打开门，发现门口的餐车上放着我最爱吃的红烧秋刀鱼。我的妈妈还爱我的时候，她就经常做这2个菜给我吃，也是在后来没妈的日子里，让我疯狂想念的2个菜，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缓缓送入嘴里。那一刻，食物的香气瞬间勾起了幼时最美好的回忆，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，我吃完了这盘秋刀鱼，弹幕却已经在尖叫了。小萌星是来副本度假的吗？他的同伴去买菜的时候被一条街的诡异追杀，他竟然在这里悠闲地吃烤秋刀鱼。你们没听说吗？据说这个 BOSS 喜欢缺氧猎物，等猎物放松了再一点点杀掉。弹幕说的我心惊肉跳，闯入 BOSS 家里的诡异也越来越多。有惊叫逃命的幸存者看见了我，幸存者立刻朝我跑了过来。原本没看见我的诡异，转头朝我这个方向狂奔。副本生存规则第1条就是，只要你跑得比别人快，你就能从诡异的嘴里活下来。弹幕开始幸灾乐祸。切，他昨天只是运气好才活了一晚，但今天可就行不通喽。这些诡异们可没什么智商，都是见玩家就撕的怪物。我吓得腿软，玩命的逃窜，却一头撞在了扑过来的诡异身上。诡异张开血盆大口，躲在一旁的幸存者对我露出劫后余生的笑意。可下一秒，那诡异扑通一声就朝我跪下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小的眼拙，您都换上了睡衣，我竟还没认出来，你是 BOSS 找了10几年的童年文棒。可来不及了，他的嘴巴被突然出现的男主人徒手撑开，紧接着就像掰火龙果似的，瞬间一分为二。不愧是 BOSS， 哪怕只是人类的身躯，却能让无数诡异一看见他就吓得四处逃窜。周围几个幸存者看到了这一幕，表情瞬间凝固，弹幕终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刚才 BOSS 在保护他，是萌新作弊了。不对，明明是大 BOSS 在护妻啊！天花板的水晶灯突然黑了，怎么又看不见了？我心里划过一丝奇怪的预感，总觉得大 boss 好像认识我很久了。下一秒，他在玩家们吱哇惨叫的逃杀中，直直向我走来。好久不见，我是许念阳。我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审视着他的脸，直到和记忆中美丽诡谲的少年重合在一起，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。原来你真的存在过，你不是我幻想出来的。2010年，我刚数完生日蛋糕上的5根蜡烛，爸爸妈妈就停止了争吵，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很久。送他去马戏团好了，年纪小，长大了想告我们也对我们也没印象，而且还能立刻换一笔钱。主要是他也太小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去了马戏团会被打死的。行啊，那送你妈那儿去，
也许你小情人心善，根本不介意你有个孩子。两人噼里啪啦一阵摔东西后，我瑟瑟发抖地看着许念阳。小杨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为什么不要你？你那么好。许念阳是我的幻想朋友，一次饿到出现幻觉时，看见了诡谲少年。因为他说自己没有名字，还说自己是一个游戏里的残次品，随时都会消失。可能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，我很快就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可他说自己没有名字，于是我郑重地向他伸出了手掌心。你好，我是许念安。妈妈说北边的房间没有太阳，要不你做我许念安的太阳，一直照着我，让我一辈子都暖暖的，好吗？不如我就叫你许念阳，好吗？少年没有立刻同意这个名字，可从那之后，我只要叫许念阳，他就会出现。我当然还是被送去马戏团了。后来人类的所有基本需求都成了我完成任务的奖励，可若完不成任务，等待我的不是安慰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训斥，从此学不完的技能，还有一遍遍练不完的登高表演，几乎就是我童年里最常做的事。有一次表演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手脚发软没站稳，腿受了很重的伤，疼得没法好好站立。大家围了过来，眼神里和当初爸爸妈妈离开时的神情一模一样。这一次我抖得更厉害了，忍着疼，拼命把受伤的腿站直，摇摇晃晃的，认真又努力的做起了最可爱的招牌动作。或许是我不想离开的样子太执着，或许是我努力的模样打动了他。马戏团的团长看着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那年我8岁，没挣到钱，却为自己挣了一条命。马戏团的人走后，因恐惧而脱离的我，再一次见到了许念阳。我累了，突然很想交代遗言。小杨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，等我死了，你可不可以来地府见接我？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幻想朋友的脸上看到如此骇人的表情，嗜血疯狂，毁天灭地。他在很努力地对我笑。你想要什么？看着他满是杀戮的眼睛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我想回家，想要爸爸妈妈，想吃妈妈给我做的烤秋刀鱼，还想要抱着我躺在香香软软的床上睡觉。如果不行，那我想和你走，想去你那个世界，因为这里太可怕了。8岁的孩子还能想要什么呢？就算是想丢掉自己的爸爸妈妈，那也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亲人啊。他蹲下来摸了摸我脏兮兮的脑袋。怎么不可以？现在我就把你的爸爸妈妈带过来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的爸爸妈妈第2天就真的来马戏团接我了，他们满心欢喜的接我回家，给我买了新衣服，还带着我搬了新家，在崭新的房间里放满了我最喜欢的毛绒娃娃。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他只是扯了一个很自豪的笑。钱，只要给你爸妈足够的钱就行了。那一刻我清楚的明白过来，许念阳不是幻想朋友，他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没有人能看见他。除了我，就在我觉得一切都要慢慢好起来的时候，许念阳像蝉鸣一般慢慢退出了我的世界。9岁爸爸妈妈各自成立了新的家庭，我又一次被抛弃了。此后10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许念阳，我又成了没人要的孤魂野鬼。太好了，画面又出现了。等等 ，BOSS 的头顶居然出现了80%的攻略进度条，这个萌新是什么时候攻略他的？怎么进度条一出现就要满了？我疑惑地抬起头，还是湛蓝阴冷的眸子，却不是我所熟悉的许念阳。曾经又太瘦弱的诡谲少年，已经变成了宽肩丰腰的薄肌性感男人。我安全了，他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紧张得快要咬掉自己舌头。你真的不会杀我？他宠溺地再次将我打横抱起，身后乱飞的诡异自动给他让出一条路来，直至卧室的门自动上锁。靠近床边时，我身子一沉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小时候我睡你的床，长大了你睡我的床，这很公平，对吗？他整个人压了上来，我脸色涨得通红。这对吗？好朋友会挨得这么近，还叠着冰凉的唇，碾过我的额头后逐渐发烫。他一边往下一边哄着我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对吧？可你第一眼却没认出我，是不是要补偿我这10年的亲亲？我脸上烫得可以烤番薯。这对吗？好朋友会亲嘴，还亲这么久。头顶的弹幕像池子里的青蛙，他冰凉的蓝色眸子像被点了火。我的沉默变成了容许他纵火的许可。林牧阳真的变成了太阳，差点在那时烧死我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害羞的在他耳边嘟囔了一句。虽然你有点姿色，可是这么多弹幕看着我。他尖尖的虎牙咬住了我的肩膀。知道了，我帮你关掉。唰的一下，弹幕又嗷嗷叫了。退钱！我要退钱！为了看你们的直播，我可是请假了的啊！被拉进这个副本的第3天，弹幕画风突变。你们猜昨晚他们干活干了多久？啊 ！BOSS 最高纪录是手撕8个，诡异体力不是他的极限。怪不得小萌新还没起床，原来是昏过去了。我翻了个身，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，浑身酸痛，一睁眼就看见头顶85%进度条的许念阳露出一对虎牙，一脸讨好。小安，你喜欢我吗？弹幕猛地刷起了红色警告。别说喜欢他，可以和他走神，千万不要走心啊！昨天我们已经彻夜查了这个副本的攻略，该 BOSS 拥有独特的病娇攻略，
系统一旦攻略度达到100，玩家将会被 BOSS 锁定一辈子，至死都无法逃脱他的掌心，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副本里。我犹犹豫豫地把眼神移开。我们是好朋友啊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呢。等副本结束，你要经常来找我玩啊。许念阳的眸子猛地一缩，你要回去。他没有伤害我，副本里还有吃有喝。作为和 BOSS 情深意重的童年玩伴，这里的孤鬼医们见了我也都十分讨好客气，什么都好。可是我还是很挂念现实世界里还未完成的承诺。这10年里，父母在各自的家庭里很忙，后来又相继在意外中身亡。未成年的我被一个好心大姐姐资助到了高中。19岁，我拿着名校录取通知书，我满怀希望与命运拼搏。从阴沟里爬出来的19岁，却突然被拉进了这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副本。许念阳真的很好，可我不想把一辈子都关在这个只有许念阳的副本里。一晃又过去了3天，今天已经是副本的第7天，通关的最后期限。我坐在他精心为我烹饪的菜肴前，却迟迟没有胃口。怎么是我做的饭不好吃？那我亲嘴喂你好了。看着他一脸得逞的坏笑，我只好满是怨气的把碗里的汤喝掉。弹幕开始讨论我最后的结局。小萌新没去攻略 BOSS， 可 BOSS 已经自我攻略到了99%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小萌新可以在这个副本里活下来，那他就算拿了100亿奖金，也没办法从这个副本里活着回去了。因为一旦他想出去，名叫 BOSS 就会杀了他。我止不住的发抖，许念阳却突然吻走我脸上的泪痕。可以说喜欢我吗？我不会杀了你。我抖得更剧烈了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弹幕上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就像个无法拥有秘密的人，在他面前藏无可藏。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餐厅后绕了过来，真是好笑死了，一个恋爱脑 BOSS， 一个蠢得要死的废物萌新，你们都去死吧，这100亿必须是我的。我胸口猛地钝痛一瞬后，在越来越模糊的视线里，我看到了手拿武器全副武装的短发妹子。可她不是死了吗？许念阳猛地冲出来，别闭眼睛。他打了个响指后，很快就有一股暖流注入了我的身体，逐渐丧失的意志力立刻得到了恢复。我靠 ，BOSS 把自己的血条分给他了，有什么用？最后还是被短发妹子算计了。他用道具在大结局卡点复活，再偷袭这个小萌新。最后趁 BOSS 主动发条全面分给小萌新的时候，趁他弱要他命。果然是恐怖本啊！恐怖本怎么可能没大佬呢？100多个亿啊！等短发梅子杀了这个 BOSS 出来，他就是恐游结算榜的榜1了。许念阳唇上的血色逐渐褪去，他就算是 BOSS 又怎么了？没有血条，他也会死啊！许念阳，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这可怕的念头像惊涛骇浪席卷了我。血条没了会死的。鬼医们前仆后继的朝短发妹子张开血盆大口，可她手里的装备实在太好了，还没靠近就被一枪一个原地爆炸。那一刻我突然什么都不要了，就算是要一辈子待在这里，也比许念阳死在我面前来得好。他倒在我脚下，却还是偏执的问我：除非你说你喜欢我。竟然敢威胁我，可这次他赢了。是我喜欢你，很早很早之前就喜欢。许念阳如愿以偿的轻笑一声后，他头顶的进度条闪了闪，变成了100。攻略条满了有什么用？他的血条全空了，他的双眼有气无力的合上了。他骗我，他还是会死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下一秒怀里紧闭的眼睛却突然睁开。许念阳勾了勾嘴，一脸坏笑。谁告诉你 BOSS 只有1个血条的？好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我去，这 BOSS 心眼子和蜂窝炭一样多啊！算了，果然其他都是浮云，小萌新才是他的亲爱。一个响指的功夫，短发妹子手里的武器就自爆了。鬼医们通通舒了口气。 BOSS， 你要是再谈一会儿恋爱，我们可就全完蛋了。许念阳静静地走到他面前，嘴角勾出阴狠的弧度。女佣小姐，是不是第1天我就提醒过你了？我非常爱我的妻子，她厌恶过的东西是没资格碰她的。对了，刚才你是用哪只手伤到她的？短发妹子惊恐的后退，手忙脚乱地打开自己的武器库，还没等她翻出新的防身道具，手就像气球一样炸了。没用的东西，给你们玩吧。所有鬼医们全部如饿狼扑食一样压了过去，连惨叫声都听不见了。幸存数量1，第10轮副本结束，该井已被玩家通过，现在将永久关闭。仅唯一幸存者许念安在5分钟内退出副本，奖金将自动发放到您的陈述卡。轰的一下，弹幕炸了。许念安，请记住这个名字，将是我们孔游界对付的富婆。姐姐看看我人帅声甜力气大。楼上的别叫了，他出不去的。这个 BOSS 被设定好了病娇程序，他根本舍不得许念安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清北的录取通知书还放在我的出租房里，约好了和资助人一起吃饭的日期也将会被永远搁置。许念阳看出了我的失落，留在我身边，你不开心是不是？可我也没那么自私，不可能眼睁睁看你离开这里。所以许念阳闭上眼睛，冰凉柔润的唇敷了上来，他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本来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，
可你却给了我名字。本来我习惯了黑暗，可你让我见过了太阳，就让我消失在这个吻里吧。我猛地推开他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许念阳启动了自毁程序，我连他最后的表情是什么都没看清，耳边传来冰冷的倒计时。Boss 已开启自毁程序，现自动将您传送回原来的世界。我就像是做了一个漫长而真实的梦，从自己的出租屋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那封来自清北的录取通知书正静静地等待着我。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，看了看来电显示，给了我这么多年资助和希望的心善大姐姐。我重新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没关系，什么许念阳，什么恐怖副本，全都是假的，他是我童年的幻想伙伴而已，我不会难过的。我现在开心极了，真的完全没有失恋的崩溃和断崖式的空虚。叮，手机银行账户跳出来新的短信。尊敬的许念安女士，现我行已为您升级成至尊 VIP 客户，已为您分配私人经理，个十百千万。我数了数100个亿，出了门，我走在盛夏炽热的柏油路上，却冷得瑟瑟发抖。100个亿是真的，许念阳的死也是真的。我打开手机，后悔当初没在副本里拍下我和他最后的合照。喂，许念安。身后有人拍了我，我却浑然不知。资助了你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面却这么不高兴。怎么是男生的声音？他在短信里不是一直说自己是大姐姐吗？等等，这声音好耳熟。我转过去，一对尖锐的小虎牙朝着我笑。好久不见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许念阳，那个可以照亮小安一辈子的小羊。为了和你见面，我可是第一个死逃的恐怖 boss。喂，怎么不恭喜我？